春天无语，月儿笑，花园向往人寂寥，痴情人得不到也忘不掉。寒与我也未遥，天出现一丝光亮，牧笛笑深情，山河岁月催人老，一腔深情无以报。这一世风雪路途遥，相濡以沫是骄傲，来世再相约，庭前花朵记得我，到底是一世的情未了。来世再相约，庭前花朵记得我，到底是一世的情未了。少奶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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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少奶奶，陈姐姐哎，冬梅，你有看到少奶奶吗？没有，她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回来。少奶奶，我娘怎么了？你娘不见了。你们在家看着，我带她去找找。好，娘，走。娘，少奶奶，娘，你在哪儿啊？娘，少奶奶，娘，你在哪儿？少奶奶，娘，我到处找你呢。慧心，娘，突然不见你，还以为你出事儿了呢。娘没事。你的手好冷，我给你暖暖。娘，我们回家吧。你得去六船听晨会，我还得去上学呢。而他们的人口只有我们的1/12。20多年前，我们也是被西洋的火枪、大炮打开了国门。那不沈星移吗？是他。他个已死之人还这般招摇，这不是给王爷惹事儿吗？惹事儿就算了，他现在这是明目张胆的宣传变法。
这不是在给王爷添堵吗？那我们要不要敲打一下沈家？这2天要敲打的不止沈家。经查，这些日子到处宣传变法的学生，大多出自正仪学堂。正仪学堂是新开的一间新式学堂，据说山长姓康，是个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。在我管辖的地盘上，竟然还出了这么一号人物，我竟然都不知道。赵大人，杜老板来了，请他进来。是。赵大人，杜老板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今天我确有一事儿找你。周莹正在筹建一家布厂，这事儿你可知道？有这事儿？这事儿你竟然不知？哎，这2天泾阳西安街头竟是宣讲变法的学生士人，我忙他们还忙不过来呢，我哪有余力管这些琐事？好，就算你不知，但我现在跟你说，一旦这个布厂建成，直接冲击机器织布局的利益。这换句话说，这是在跟王爷作对呀。那杜老板的意思，把这布厂绞杀即可，就像当年机器织布局绞杀古越洋布庄一般。可等到那个时候就已经晚了，而现在就是最佳时期，正在他筹建之时，扼杀之。那你希望我怎么做？我希望你能够出面，让周莹停手。哎，那周莹不会听我的。可我相信你有办法能让她听话。杜老板，你是太不了解周莹了。赵大人，可是我了解王爷啊。我跟你说，王爷他是最痛恨手底下的人不忠不诚，心里打着小算盘。更何况，你跟周莹的关系，王爷可是心知肚明的。如果你为了周莹，置王爷的利益于不顾，王爷心里会怎么想啊？赵大人，你最大的优点就是识时务，我希望你这个优点能够一以贯之，继续保持啊。告辞。周莹，我们把这土布作坊拆掉，然后推出去，然后再往那边那块空地一直往那边扩张。这样，等我们这泾阳布厂建成了，别说是陕西机器织布局，就是比那画册上的那英吉利工厂，那都还得宏伟。好，很好。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去东院找你，王世军说你在这儿，我就来了。你来的正好，正好帮我看看。我打算新建织布工厂，这块地怎么样？此事恐怕要费些周折。怎么了？明里找我，要我威逼你打消这个念头。我建织布工厂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要压垮机器织布局，从而夺走王爷对他的恩宠。我知道，估计他也想到了这个后果，所以要千方百计地阻止你。那你打算怎么阻止我？我打算以巡抚之尊下令，严禁你筹办工厂。做好准备。
杜老板，这是龙生河上一季的红利，这是账。户部那边的银子都办妥了，北京日昌河那边办妥了，不会走漏风声。请王爷放心，经办的人都非常可靠。二少爷回来了。是。之前跟你和王爷都禀报过了，但王爷不是已经同意了吗？是啊，王爷怜惜你劳苦功高，同意他回来探亲，可没同意他回来变法。变法？这不可能。他整天老老实实的在学堂教书呢。我可是亲眼看见他现在又办学会，又印书，还发了什么报纸，还有满口什么故君权日增，国威日损，什么君为独夫民贼，还要求设议院、开国会、定宪法，以庶政与国民共之，行三权鼎立之旨。这是变法吗？这是造反！杜老板，星儿她，对，虽然星儿在弄什么变法，但那都是皇上下诏的，大逆不道的事，他绝对不敢做。可你们沈家的主子是王爷，不是皇上。我马上去提醒星儿。逐层换体，皆贤皆微分而来。又有一不义不离之理，行乎其内，有因无创，有常无期。赵大人，沈星移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翻云覆雨，起死回生，都是拜你家主子所赐。你既然已经活下来，理应隐姓埋名，谨小慎微，怎么还如此招摇？又是上街，又是演说，还发传单。如果让我一辈子谨小慎微，那还不如当初一死了之。难道你不怕引人眼目，再给沈家惹来什么麻烦？我现在是康卓文。再说了，如今王爷如日中天，就算有人对我的身份怀疑，也不敢对我们沈家指手画脚。难道这学堂也是王爷手艺？我这个破学堂可不赚钱，你家主子看不上眼的。那你在此办学，是何居心？赵大人，既然你当初可以实业救国，为什么我如今不能教育救国呢？没想到你有如此志向。甲午一战，中国大败。很多人都认为是日本船坚炮利，强于中国，但是其实他们真正的强，是强在教育。我亲眼所见，在日本亦无不学之户，家无不学之人，不仅人人识字，包括最普通的民众，都可以接受西洋最先进的思想和先进的知识。
你再看看我们的救国之路，如此的艰辛曲折，除了上层贪腐无能，普通民众的愚昧无知是很重要的原因。这一点我十分赞同。要想国强，首先要有人才，而人才均出于力学。申庆仪，没想到你荒唐了大半辈子，终于做了一件好事。赵大人都已经投到王爷门下了，还知道这是好事？彼此彼此，彼此彼此。我爹乃是一介草民，身不由己还说得过去。可是赵大人，你是一个出身甚严的堂堂儒生啊，都学得这么趋炎附势，我真是想不通。我有一件事情一直也没想通。王爷害你入狱，害得你们沈家耗尽家产，你爹竟然还帮王爷开钱庄、开贸易行。你不是也知道王爷之贪之腐，登峰造极吗？你还不一样为他鞍前马后？康先生，舅舅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找康先生聊点事情。哦，那我先粗糙去了。去吧。刚才怀贤叫你舅舅，不应该是姑父吗？周莹现在是我义妹，她当然喊我舅舅。她跟你结拜，你可是王爷的走狗啊！我若不当走狗，怎么能救得了她？原来如此，赵大人，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。没事。周莹最初听说我投靠了王爷，也恨不得把我杀了。刚才的你那番言语，对我来说，已经算是柔和的了。周莹知道你还活着。前不久我们见过一面。那你们打算？我跟他不会再见面了。啊，对了，你今天找我来做什么？我本来只是想来看看，这正仪学堂的山长是何许人也，没想到是你。既然如此，我觉得我们倒是可以好好谈谈。有什么好谈的？我记得多年以前，我们讨论过如何让沈家摆脱杜明礼和王爷的盘剥压榨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你让我跟你一个阵营，一起投靠李大人。幸好我当时没那么做。是啊，没过2年，我自己也投到了王爷的阵营。现在想想当初的自己，的确有点天真。不过当初我有一个建议，现在看来仍然是对沈家有利。你可以直说。沈庆仪，我们联手除掉明礼。你为什么要干掉杜明礼？你想取代他在王爷那的位置？不，为了保护周莹。从眼前看，周莹正在筹建新的织布工厂，而明礼一心想要扼杀。从长远看，周莹和明礼迟早会有一场生死之战。沈庆仪，我们需要你的支持。你们需要我做什么？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吧。啊，行。二叔，最近有见过大哥吗？啊，就那天在这儿吃了一顿饭，就没再见过了。他还是在忙变法的事情。哎呀，不瞒你说，我现在特别的为他担心。泾阳街头那些报纸传单我也看了，有些话在理，有些话要把皇上这样那样着实的字眼呐。我特别的担心这孩子会惹祸上身。
阿叔，别太担心了。这朝廷究竟是个什么想法？我去问问赵大人。行，那就拜托你了。赵怀师，皇上刚刚明发上谕，鼓励民间办厂，你就下这封厂的命令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想抗旨吗？在下不敢。你不敢个屁！皇上锐意变法，而愣去倒行逆施，你到底何居心啊？在下糊涂。赵怀师，你说，你背后是否有人指使？怀师，我念你我同窗之谊，只要你赶紧撤销这命令，不然我可是要上书皇上弹劾你的。武则，我如此糊涂，你最好不要轻易放过我。你最好上书皇上，好好告我一状，并且一定要追究我背后指使之人。我求求你，越快越好。星儿，爹，你怎么来了？爹，我还想着这2天忙完手头的事儿，回家一趟，看看你和娘。你倒好，自己跑来了。对了，爹，我想跟你拿一样很重要的东西。拿什么东西啊？这些年以来，我们沈家跟龙申河分红的账本，我要求精细到每一个月、每一笔账。你要这个东西干什么？爹，你相信我，这件事情对我们沈家来说只有利没有弊。我不能给你。为什么？来，你最好马上回日本。为什么？我回国来就是来推动变法的。现在是我们变法最关键的时期，我哪能现在回去呢？命令跟我说，王爷对这变法很不了然。他当然不了然了。变法的宗旨是什么？变法的宗旨就是还政于民，主张议院，主张民权。一旦实施，6部、军机处、总理衙门全部被架空，直接损害到他的利益嘛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更不能变法了。爹，变法一旦成功了，王爷就不再会只手遮天。那到那个时候，我们沈家就有出头之日了。不行，这事太危险了。王爷他内心不忿，他无法违拗皇上，但他要掐死我们，就像掐死一只蚂蚁一样。我拼命推动变法维新，就是希望改变蚂蚁的命运。我希望有一天，没有人再有特权，没有人再说一句话就能掐死我们沈家。蚂蚁有蚂蚁的活法，无外就是多吃一口少吃一口嘛。王爷这个人，我是太清楚了，一不小心，我们全家都要掉脑袋的。爹，从小处说的，你这样一味忍让，真的能保我们沈家永久太平吗？那我再从大处说，如果有一天连国都亡了，那还有我们沈家吗？你说的什么话你？那些事情，自有其他人去折腾。
我们就过好自己的日子，不行吗？那人人如果都像你这么想的话，那我们这个国家就完蛋了。什么救国？什么变法？这些是神仙打仗的事情，我不许你掺和这事儿。爹，其余的事情我都可以答应你，唯独这件事，万万不能。星儿，不是，难道你忍心让我和你娘成天担惊受怕？不忍心，但是我更不忍心看到天下人天天担惊受怕。难道你忍心让明理以你为把柄，不断的敲诈勒索我们沈家吗？不忍心，可是我更不忍心看到天下人被奴役、被欺凌。星儿，我们沈家可再也经不起一丝折腾了呀！啊，爹，我做的所有的事情，就是为了让天下人不受折腾。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过上富足、平等、自由的日子。我希望天下所有人都可以受到尊严以待。你还是不听我的。我还是那句话，爹，唯独此事，恕难从命。既然如此，康先生，你好自为之吧。爹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那么多年，无论你有多么的顽劣不堪，无论你闯过多少弥天大祸，我从没放弃过你。因为你是我的儿子。但如果今天你还要一意孤行，我只能和你断绝父子关系。二叔很担心无责，所以要我过来问问。变法乃是皇上主导，无责投身其中，也算是大势所趋。至少眼下不足为虑。那我就放心了。给。这是什么？皇上刚刚颁布的上谕。上面言辞呵斥了那些阻止民间办场的官僚，如有再犯，定当追责。那这骂的不就是你吗？是啊，而且话里话外还骂了我背后指使之人。王爷密令让我暂避风头，暂时不要提及封场的事儿了。那我这泾阳布场算是得了尚方宝剑，再没人敢阻拦了。你就趁着这股风，抓紧筹建吧。好。对了，前些日子我看见沈星移了。啊，我见着他了。
以为不提他了，我和他已经是上辈子的事儿。好。同学们，下课了。谢谢。慢点儿。吴怀先，康先生，来，把这个东西交给你娘，就放在她桌子上就行。这是什么呀？她看了自然会知道。记住，不要告诉她是我给的。哦，康先生再见。30年前，日本开始引进缫丝、纺织等西洋机器，建立工厂，推广技术，并辅以其他变法措施。短短数年，就见成效。而今，日本借工业之盛，国力大增，不仅废除了与西洋各国签订的种种屈辱条约，重新夺回了国家主权，便俨然成为亚洲强国，乃至世界强国。对齐了，对齐了啊！内外诸臣急行遵照，切实办理，不准借口体制攸关，多方阻隔，并不得已无可再裁，敷衍了事。如果严格按照皇上的旨意，陕西要裁撤多少官员？至少300多名。这些被裁撤的官员有没有说如何安置？没有。大人，虽然被裁撤之人多是冗员，但一下裁撤如此之多，又无安置之法，只怕……这样吧，先搁着。大人，这皇上的诏令上说的明明白白，限1月半旬复奏，若推诿因循，定当予以重惩，绝不宽待。这哪是在变法呀，这是在催命啊！以前啊，我们只知道买回机器开工卖布，这一次既然知道了人家日本工厂的精妙之处，就必须得写得有模有样才行。那是。周莹，哎，大哥，你这精良布厂什么时候开工？现在初定，1个月之后正式开工。为什么还要等1个月呀？机器不都已经到了吗？机器到了还得安装，工人还要培训，所有工种之间还有一个配合过程。事多着。不行，10天之内必须开工，必须要见到成效。这大哥，这也太着急了。怎么能不急呀？皇上为了你这精良布厂，专门下了诏令，说务必要办一个样板出来，给全国的总督和巡抚看一看。可是现在2个月过去了，什么都没有，我怎么向皇上交代？啊？可是办厂这么大一件事情，千头万绪，哪里是几天时间就能搞定的？哎，这是啊，你这是强人所难，我跟你说啊。四叔，变法本身就是强人所难的事儿。要想舒坦，可以不变法，吃面。这，吴策，你四叔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反正我把话撂着，15之前必须开工，如若不然，我便上书皇上，取消你们泾阳布厂所有的离税优惠，而且我还会告你们，说你们假借变法办厂，沽名钓誉。你敢？这，什么德行啊你是？这，哎，二哥，二叔，来人！来，扶进去，扶进去。怎么着，老爷？这么多，
大人，能缓一缓的我都检出来了，这些都是最急的。大人，大人，夫人来了。哎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好啊，有几个要设商务局、商会的这几个诏令，你帮我看看，想想办法，怎么能应对一下。我是来向你求助的。哦，怎么了？这个吴泽非要泾阳布厂在10天之内开工，这怎么可能？所有机器还没有安装完毕呢。又是吴泽。赵大人，赵大人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学政大人刚出家门，就被100多个童生秀才给围攻了。那是为什么？科举制度废了，现在要求把文庙全部改成新式学堂，这些书生啊都不干了。呀，怎么会这样？现在鼓吹变法的这些人，压根儿就不知道民间的疾苦都是纸上谈兵罢了。他们的心倒都是好的。朝廷上下原本支持维新变法那些官员，到现在都渐渐的对这些维新派产生了反感，更不要提那些原本就反对变法的王公贵族。那行了，我先把学政大人解救出来再说吧。哦，对了，有机会的时候提醒一下吴泽，省得以后局面不可收拾。那个，有机会的话，你也提醒一下他。好，走。吴泽，吴泽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找你。我有事要跟你商量。这名单上的人，必须立刻革职。为什么？我来的这些日子，明察暗访，发现这些人要么就是阻挠新政实施，要么就是消极拖延。尤其是那个学政大人，这都1个月都过去了，新式学堂还是没有进展。这个，我要替他说2句了。要银子无银子，要老师没老师，这怎么可能凭空办得出来？你还袒护他？我不是袒护他。今天为了新政，他差点被人围殴。大家不是消磨拖延，是在疲于奔命。如果你们不改掉那个旧时的官僚做派，自然是难以实。可是现在，这变法的诏令几乎每天都在送来，那最多一日可以收到10几份的诏令，有商务，有教育，有军务，连我都不知所措。那你让这些下面的官员和普通的民众怎么办？我说吴泽，这一点，你们是不是可以变通一下？如何变通？我以为法令的颁布可以暂停，至少签把签，绝不能停。至少可以先变一部分。赵白石，你千万不要存如此想法。我告诉你，变法一说，能变则存，不变则亡，全变则强，小变则亡。照你们这么个变法，不出3月一切全乱。没错，我们要的就是天下大乱。你说什么？大乱之后，才是大治。吴泽，你动脑子想想，这几百年来积下的毛病，这几天之内就能给变过来？赵白石，你不要为自己的背懒言大而找借口。我看你分明就是不想变法。凭什么说我不想变法？那你现在把头都给撤了呀！恕难从命。撤，还是不撤？不撤。好，好，那我就马上上书皇上，参你违拗钦差，阻挡变法。到时候，你可不要怪我，怪我无辜同窗之意，
因其之一。随便你。四叔，赵大人被罢官了。是啊，据说是吴泽干的。这大哥是疯了吧？可不是。那二叔呢？一听急了，这跑去找吴泽去了。吴泽，爹，您怎么来了？吴泽，别再搞什么变法了，马上跟我回家。爹，变法成败在此一举，让我现在和您回家，怎么可能呢？吴泽，从古至今，那些变法的商鞅、吴起、王安石，哪个有好下场？啊？爹，我和他们不一样。你看你，废科举，才容元，到处挑事，到处得罪人，就连赵白石这样的好官，也被你罢免了。你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爹，赵白石乃朝廷大员，顽劣不化，不识大体，处处与我作对。我弹劾他，那是大义灭亲。你这是变法吗？你这分明就是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送客。吴泽，你敢撵你爹走啊？爹，我很忙，有好几个奏折等着我写呢。对了，爹，泾阳部长到底是什么情况？15之前能不能开工？如果不能开工，皇上要是问起我们陕西的变法情况，我可是要给周莹添上一笔。你敢？吴泽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如果敢对周莹怎么样？老爷，老爷，快去叫人！爹，快！老爷。我的今生犹如血，几番缠缠绵绵织成绵。我问思念应从哪边在？一轮明月升起来，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。我不能久留于伤感，待天空云舒寂寥，我发现你从未离开我身边。遥遥相对，满天清辉，再从容看一遍，恍若雨水，忍不住一时凭空以为岁月有痕都在心扉。独自在茫茫月光的中间，我不能久留于伤感，待天空云舒寂寥，我发现你从未离开我身边。遥遥相对，满天清辉，再从容看一遍，恍若雨水，忍不住一时凭空以为岁月有痕都在心扉。
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，我不能久留于伤感。待天空云出去了，我发现你从未